大家好，我是微软 AI 平台的企业副总裁Sharma。每天我都与那些不断突破 AI 极限的团队一起工作，我们正在帮助开发者、科学家、企业以及全世界的人们利用 AI 解锁新的可能性。AI 正在改变我们构建的方式，改变我们创造的方式，以及我们创新的方式。作为开发者，你们是这场变革的核心。无论你是在开发应用程序、优化工作流程，还是在探索可能性的边界， AI 不再是未来的技术，它就在这里，就在现在，它正在塑造我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现在 AI 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研究人员和科学家的专属，它实际上是为每一位开发者准备的。从在日常工作流程中集成 AI 驱动的工具，到构建下一代应用程序， AI 是人类潜力的放大器。最棒的是，今天的工具和模型使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于获取。所以在这次主题演讲中，我们将带你们踏上开发者的 AI 之旅。你们将听到行业中一些最聪明的头脑讲述为什么 AI 很重要， Python 如何成为 AI 崛起的基础， AI 代理的最新进展，以及我们如何负责任地构建 AI。机会就在我们面前，而且是巨大的。作为开发者，你们不仅是在编写代码，而是在塑造未来。无论你是 AI 新手还是已有开发经验，现在都是深入学习 AI 的最佳时机。欢迎来到2025年全球 AI 训练营。男士，感谢你 Aisha 为今天的演讲做了铺垫。AI 正在改变我们构建软件的方式。作为开发者，我们有巨大的机会参与这场革命。我是罗兰，这是萨米，我们将作为主持人，带大家与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声音对话，探讨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开发的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我们如何起步。幕后，我们的第3位董事会成员兼制作人促成了这一切。Ken， 他确保我们捕捉每一个瞬间，并为您带来最精彩的对话。这次主题演讲是全球 AI 社区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拥有超过85000名成员的独立组织。现在，在全球100多个地点，正如这里一样，正在举行训练营。我们共同触及了全球超过25万人。男士，这不仅仅是一个活动，这是一场运动。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努力，旨在帮助各个背景的开发者学习、构建和成长于 AI 领域。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深知开发者为何需要拥抱 AI 的人 ，Scott Hanselman。Scott 是一位开发者、教育家和技术领袖，他热衷于让 AI 变得人人可及。那么，让我们来聊聊为什么学习 AI 对开发者如此重要。嗨 ，Scott， 我们在全球 AI 训练营与 AI 社区一起，你能帮我们理解一下 AI 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吗？男士，我觉得有点失控了。我知道大家对 AI 都很兴奋，但我认为 AI 训练营是让大家冷静下来的好机会。你不必在所有事情上都用 AI。此外，我们要记住 ，AI 是基于数据科学、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和统计学的。虽然感觉 AI 好像是去年才出现的，我们都应该转向 AI 的方向。但事实上，它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专家。我们今天邀请了一些专家，他们能将这些内容放到上下文中，所以我对 AI 感到兴奋。但让我们都冷静一下。在这个主题演讲中，我们将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出发，希望你能从开发者的角度提供一些见解。为什么他们今天应该开始学习 AI？ 我记得当我从黑白屏幕转到彩色屏幕时，我得到了语法高亮，我看到的代码不再是单一颜色，然后我得到了自动完成功能，接着是 IntelliSense， 现在我有了更高级的功能，因为有了 GitHub Copilot， 它不仅帮我写代码，还让我更好地理解代码。我喜欢用苏格拉底方法与 GitHub Copilot 对话，就像在面试实习生，他帮我处理代码。开发者应思考 AI 在编写代码时能帮他们做些什么，在他们维护网站时能为他们的 DevOps 体验做些什么，以及它能为他们的客户带来什么。因为并不是所有事情都需要副驾驶或聊天机器人，但在应用程序中战略性的使用 AI 可以大大改善用户体验。我认为开发者需要全面了解 GPT 所能提供的所有功能。作为开发者社区的副总裁，你一定与很多感到不知所措的开发者交流过。他们应该从哪里开始？男性，我觉得这个观点很好。男性，人们感到困惑，担心他们的工作和位置。
男性，我认为你比 AI 更聪明。我们需要记住，这只是人工智能。男性，我们是有创造力的，我们是聪明的，我们掌握着方向盘。男性，所以不会是 AI 抢走你的工作，而是世界上某个无名无面的西装革履的人。男性，我们需要做的是弄清楚如何利用 AI 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好。男性，更轻松，更有趣。如何减少繁琐的工作？我一直在关注繁琐这个词，哪些部分的工作是无聊和乏味的？男性，在 AI 出现前，我会写批处理文件和 PowerShell 脚本来自动化这些任务。男性，现在我用 AI 来编写批处理文件和 PowerShell 脚本，自动化工作中最无聊的部分，这样我就能专注于更有趣和创造性的事情。男性，开发人员的角色在不断变化。男性，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实际的事情来融入 AI？ 男性，你提到他们如何自我教育，我觉得人们需要知道有很多免费课程，我没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男性，例如访问 Developer Microsoft.com AI 在页面顶部。男性，有3个主要链接指向 MIT 许可的开源 GitHub 库，里面有完整的课程。男性，你可以在一个周末完成一个课程，或者选择一个26周的大学水平课程。男性，我认为深入了解这些东西的工作原理是很重要的。男性，如果你把 AI 当做一个神秘的黑匣子，只是发送和接收字符串，作为开发人员你会不开心。男性，但如果你了解底层的数学原理，男性，这将帮助你更好地在生活中应用 AI， 并知道如何将其融入工作。男性，所以这真的符合你总是谈论的深入了解一层的理念。是的。男，你怎么确保开发者不会因为 LLM 大型语言模型太聪明而跳过这一步？男，这是个好观点，他们确实显得很聪明。当一只鹦鹉回应你时，你会惊讶，哇，这只鹦鹉会说英语。男，这很神奇，但鹦鹉只是重复它周围听到的东西。男，我们要明白 AI 是从你的数据中学习的，没有数据，它们什么都不是。男，所以如果你的公司没有以有用的方式组织你的数据，那么你的 AI 就会产生垃圾。男，这就是为什么记住你拥有的数据。男，你作为个人拥有的信息，或你的公司在数据和数据湖中收集的信息。男，会让 AI 变得更好。理解这种关系并学习它会让你作为开发者更有效。男，非常感谢你从开发者角度提供的主题演讲见解。男，还有最后一件事吗？作为开发者，我们真的需要开始做什么？男，我认为我们还应该花一些时间思考伦理和责任。男，我们应该花时间看看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真正思想家们对 AI 的思考。男，我们如何与他们互动？我们是否假装他们是人，还是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工具？男，所以不要只花时间教自己 AI 的技术方面。男，还要思考伦理和负责任的 AI 问题。我们也有相关的资源。男，这个观点很好，非常感谢。男，谢谢。男，我们刚刚了解了为什么每个开发者都要学习 AI 以及它如何改变行业。男，但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呢？要理解人工智能的崛起，我们需要谈谈 Python。这门语言是其核心。谁比 Python 的创造者 Guido van Rossum 更适合引导我们？你有没有想过 Python 会像现在这样大，尤其是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从未想过。每次我意识到它又增长了10%或20%，我都会感到惊讶。当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让你觉得它可能会变得很大？我没有任何想要追随的已经变得很大的例子。要知道，我在1990年开始开发 Python， 那时还没有开源这个词。当时有一些东西是以现在被认为是开源的许可证发布的。我确实以此为例，但只是作为许可证的例子，而不是我希望 Python 有多成功的例子。我只是想分享它，并且在开发它的过程中获得乐趣。你当时创建的语言现在已经不再是小东西了。我们看到许多不同的库，比如 PyTorch、Scikit 和 TensorFlow 等等。你有没有想过，这真的改变了人工智能世界？没有，人工智能的角度对我来说完全是个惊喜。我在90年代初开始开发 Python 时，
那时正处于人工智能的寒冬，所以我根本没有考虑人工智能。尽管我的主要关注点仍然是专业人士，我想我最早的标语是填补 C 语言和 Shell 之间的空白。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是你试图专注于开发的，以使其更易于所有人使用？男士，让语言更易于使用有几条哲学原则。我从另一种语言中继承了一些哲学思想，那就是让编程变得不那么复杂。例如，通过使用缩进而不是大括号或开始结束块来减少复杂性。你是怎么收集到这些反馈的？是少数几个人提供的，还是有很多人参与进来才达到现在的水平？哦，有一个庞大的社区。一旦我们开源了它，我的收件箱就开始被那些捡起它的人们的反馈淹没。他们设法构建了它，并立即看到了它在他们用力中的潜力。男性是否有一个特定的软件包让你觉得好的？这真让 Python 成为数据科学语言了吗？男士，我认为那一定是 NumPy 或它的前身 Numeric Python， 因为那突然赋予了 Python 一种它本身没有的能力，即高效表示大量数字数组的能力。对我来说，那个重要的时刻是 TensorFlow 的发布，它是由著名的谷歌工程师 Jeff Dean 制作的。当我在谷歌工作时，他从未给过我任何时间，因为他在谷歌非常重要，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个人贡献者。男士，我觉得他和其他谷歌员工不太重视 Python， 因为它只是脚本语言，重要的工作都是用 C 语言完成的。男，所以当我发现 TensorFlow 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同时也觉得得到了认可。尽管它仍然是用 C 语言编写的，这是有充分理由的。用户界面实际上是用 Python 编写脚本，那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刻。当我看到那一刻时，我感到非常自豪。TensorFlow 文档开头的代码是 import TensorFlow。我可以想象得到，男士，你创造的东西从一开始的小规模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有很多人想要追随你的脚步。你能给那些想要创建自己语言或者是想开发另一个应用程序的人什么建议？如果你想开发应用程序，那就去做吧。对于想创建自己语言的人，标准建议是去休息一下，等这种感觉过去，因为这种方法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即使不成功，它也会占据你的生活。另一方面，如果这种感觉没有消失，那就继续学习你需要从其他语言中学到的一切，了解它们是如何实现的，如何使用的，它们的语法缺陷是什么，因为语言设计师们都会相互借鉴。男性 Python 仍然是你的孩子，我会这么说，虽然他已经不小了，他将永远男变成哥斯拉。男性，他会一直跟随你。男，我们看到你车牌上写着 Python， 确实是你的车。我们非常高兴你当时所做的一切，我们也感谢你今天抽出时间。当然，非常感谢。Python 的简洁和强大使得全球开发者轻松掌握 AI， 它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突破的基础。现在 AI 最令人兴奋的领域之一是智能代理的崛起，这些 AI 系统能够实时思考、行动和学习。现在为了详细解释这一点，让我们听听 Jennifer Marsman 的看法。她是微软 CTO 办公室的首席 AI 工程师。Jennifer， 您能解释一下 AI 代理是什么及其作用吗？是的， AI 代理其实就是一个软件过程，您可以像委派工作给人类同事一样，委派给他一部分工作。所以，如果您考虑像客户服务和软件开发这样的场景，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利用代理来帮助并增强他们自己的能力，但我们仍然处于代理的早期阶段。因此，我们认为，为了让代理发挥其真正的潜力，
我们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基础设施来支持它们。不仅是核心基础模型，还有3个关键点，那就是记忆、权限和行动。让我来详细解释一下这些内容。所谓记忆，我指的是这些代理不仅应该有解决问题所需的信息背景，还应该有关于与用户之前互动的信息。这可以带来更个性化和相关的体验。然后是权限，权限意味着许可。所以如果一个代理在代表我做某事，女性，她应该只能访问我有读取权限的内容。女性，并且她只能执行我有权限执行的操作。女性，最后还有一个关于操作的概念。女性，所以如果你有一个代理，比如为你预订餐厅，女性，你需要超越模型的自然语言能力，实际调用代码。女性，这就是工具使用使这些代理能够做到的。男性，由于我们在 AI 领域看到的新增强或发展，代理现在如此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女性，我认为这些基础模型的能力在不断增长和扩展，变得越来越强大。女性，因此我们看到的结果是，现在这些基础模型能够处理更复杂、女性更精细的任务，我们称之为推理模型。女性，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些代理能够做的事，不再只是调用一个模型，并在几秒钟内得到一个响应。女性模型被赋予更多的时间来思考答案，真正走过一个思维链的过程。女性推理，然后能够得出更复杂问题的答案。女性，所以这赋予了这些代理全新的能力类别。男性，你之前告诉我们你在 CTO 办公室与财富100强公司合作。男性，有没有让你感到惊讶的 AI 代理使用案例？女性，对我来说，最令人兴奋的其实是我们能够实现的用力的多样性。女性，有很多事情，从金融服务中的欺诈检测，女性到娱乐行业的度假计划等。女性，再到金融服务。女性在医疗保健、零售和购物等领域的多样化应用，我们确实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用例。男性，你怎么看待 AI 代理在日常生活中的未来应用？其实，我曾经有过一次非常神奇的经历，使用了一个推理模型。当时我在对一个推理模型进行早期测试，01预览版。我尝试的场景实际上是我在个人生活中正在做的事情。我有3个孩子，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年级，一个在初中，一个在高中，还有一个在小学。我正在尝试为他们报名参加暑期夏令营。在我所在的地区，夏令营非常复杂，于是我写了一个描述我3个孩子的提示。这是我的3个孩子，他们的年级和兴趣。然后我把所有夏令营的目录文本都输入到提示中，并说：帮我弄清楚，给我写一个矩阵，列出每个孩子在夏天每周应该参加的夏令营。他做到了，那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时刻，因为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约束满足问题，需要跟踪大量细微的细节。而模型能够做到这一点，这真是令人兴奋。男性，我们看到很多开发者在尝试构建 AI 代理，你有什么建议能帮助他们更进一步？我有2点建议。首先，不要过于关注一个代理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女性，而是要真正关注代理能为你带来什么价值。女性，有哪些事情你可以自动化处理，或者你可以为客户提供的产品价值，或者通过创造更好的服务体验来更好的服务他人。女性，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完全挖掘出 GPT 4.0 的所有潜力。女性，这些基础模型有着惊人的能力。女性，你挖掘的越多，玩的越多，实验的越多。女性，
你就会发现他们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新能力。男性，我认为实验这个词可能是最重要的建议。确实如此。男性，确实如此。男性，谢谢你的建议 ，Jennifer。女性，是的，继续玩吧。男性 AI 代理正在改变我们与技术互动的方式，实现更智能的自动化和更直观的用户体验。男性，但随着 AI 系统变得更强大，我们必须确保它们保持公平、透明和负责任。男性，为探讨这一重要话题，我们来听听 Sarah Bird 的看法。男性，你好 ，Sarah， 你领导微软的负责任 AI 计划。男性，我们先来谈个大问题，你为什么觉得男性，负责任的 AI 在整个 AI 领域中如此重要？女性，你说这是个大问题，但我觉得其实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因为谁会想使用一个他们不信任的 AI 系统？女性，我们看到 AI 有改变我们做事方式的潜力。女性，对吧？改变我们与他人沟通的方式，我们工作的方式。女性，我们娱乐的方式，这些都是生活中重要的领域。女性，如果我们不能信任 AI 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行事，与我们关心的事情保持一致，我们就不会想使用它。女性，我们要确保它安全可靠，并能保护我们的隐私。女性，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解决 AI 的责任问题，我们就无法迎来令人兴奋的 AI 未来。女性，我们必须拥有关键的工具和技术，以确保我们能够构建可控且值得信赖的 AI 系统。男性，当然，开发这些 AI 系统的开发者面临许多挑战。男性，您对如何在系统中负责任地实现这些出色的 AI 功能有何见解？女性，是的，我认为首先，我要承认生成式 AI 存在许多挑战。女性，不仅是数量众多，而且种类繁多。女性，当这项技术出现时，我们当然，女性，关心我们在负责任 AI 中讨论了一段时间的事情，比如系统是否公平。女性，它是否存在刻板印象，但我们也看到了新的风险类型。女性，比如它是否生成了你不希望在下游应用中使用的版权材料。女性，这些系统暴露于新的攻击类型，比如提示注入攻击。女性，因此，随着需要关注的事项范围大大增加，女性，而且实际上每天都在增长，我们看到了一些新技术。女性，我们必须担心有一天它是否会生成化学武器的配方，这是否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女性，因此，面对这种不断增长的风险级，我们在构建 AI 系统时必须有一个计划。女性，能够理解系统中的风险。女性，能够构建一个从设计上就安全的系统。女性，然后还要能够测试该系统，以确保你内置的缓解措施确实有效。女性，然后在你测试完并确认它在工作，准备发布时，女性，你还需要监控并弄清楚发生了什么，对吧？女性，对手会找到新的方法来使用系统，用户会找到一些你可能没有计划到的令人兴奋的新方法来使用系统，所以他的行为可能不像你预期的那样。女性，所以我们真的会看这个完整的操作手册。女性，这是我们期望每个开发人员在构建 AI 时都需要做的事情。男性，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见解，因为这一直是事实。男性，当然，即使没有 AI 功能的软件。男性，我们也应该真正测试和监控，并持续监控。男性，有时我们会忘记这些很酷的新事物，我们也需要做这些重要的 AI 方面的工作。女性，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因为我常常和别人开玩笑说，我们发布 AI 时做的唯一新奇的事就是测试它，对吧？女性，显然，任何软件工程师都会笑，因为我们需要测试系统并不新奇。但说实话，女性，很少有人在构建 AI 时真的在需要的水平上进行测试。女性，当然，当生成式 AI 出现时，我们发现你需要更多的测试，因为它非常强大且非常灵活。女性，所以你对它的行为有很大的控制权，取决于你如何配置原提示。女性，如何配置安全系统，如何将数据输入系统。女性，因此拥有所有这些力量和灵活性，它的行为可能会女性非常不同，所以你必须测试它并微调它，以达到你真正想要发布的东西。男性，开发人员当然还在学习如何开发这些系统，如何实施 AI。男性，你认为他们如何在不断注入新 AI 功能的同时，负责任地尊重伦理，并在商业压力下做到这一点？
女性，是的，我认为这个问题经常被视为一种权衡。但如果回到我一开始说的内容，我不认为这里有真正的权衡，因为如果你发布一个系统，没有负责任的 AI， 大多数人甚至不会愿意使用它。所以，在微软，我们在自己的实践中，将其视为发布 AI 系统的一部分，对吧？直到我们进行了适当的测试，直到它按我们希望的方式运行，我们才认为它是完整的。所以我们已经不再认为这是一个权衡。当然，我们认识到市场发展非常迅速，我们也希望快速创新。因此，我们的大量投资是为了弄清楚如何在 AI 发展的速度下进行所有负责任的 AI 实践。例如，我们构建了一种自动化红队测试，或者我们称之为安全评估。这就是将我们认为重要的测试交给 AI 来运行，并将其规模化。所以，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测试系统，公司里的每个团队都能使用，这样他们就不必花时间投资自己的测试。他们可以从我们已经构建的基础上开始，并进行定制。所以，我们的方法是通过构建合适的工具来扩大规模，确保每个人都能使用相同的工具，并确保我们在一个地方做对了，然后人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构建。我们认为，对于我们的客户或开发者来说也是一样的。我很幸运在微软工作，我们可能拥有比任何组织都多的负责任 AI 专家。这是一个很大的特权，所以我们能在这个领域投入很多，但并非每个组织都能做到。所以我们的任务是构建其他人可以直接使用并在其基础上进行构建的工具和技术，这样你就不必从头开始，这样就不需要权衡。男性，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建议吗？女性，测试你的系统，对吧？我们都知道，最好的软件实践就是测试系统。女性，对于 AI， 你需要更加周全的测试更多方面，但本质上还是一样的，测试你的系统。男性，非常正确，非常感谢你来到这里，并与我们分享这些宝贵的见解。男性，这真是太棒，很高兴。女性，是的，谢谢你的邀请，我很期待看到大家的成果。男性，我们刚听了 AI 领域顶尖人士的分享，明白了这项技术如何改变我们构建软件的方式。男性 ，Python 在 AI 发展中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并推动了未来的最新进展。男性，但关键是学习 AI 不仅仅是专家的事情，它适合每一位开发者，包括你。男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兴奋地邀请你参加本地的训练营。男性，这是你亲身实践、尝试 AI、与同伴合作并开始构建项目的机会。男性，无论你是 AI 新手还是已有编程经验，每个人都能受益。男性，我们还想借此机会向所有使这些训练营成为可能的本地组织者表示衷心的感谢。男性，是你们的奉献和努力让这个社区如此了不起。男性，记得申请徽章并在 Global AI Community 注册。男性，这是你保持联系、获取更多学习资源的门户。男性，并加入一个不断壮大的全球 AI 爱好者和开发者网络。男性 ，AI 的未来不仅仅是在研究实验室中构建的。男性，它是由像你这样的开发者在世界各地的社区中构建的。男性，这个训练营是你探索、创造并成为更大事物一部分的机会。那么，让我们开始吧！全情投入，提出问题，创造惊人之作，最重要的是享受乐趣。我们非常期待看到你的创作成果。下一个 AI 的突破可能就从你这里开始。所以加入社区，领取你的徽章，出发吧！